签合同、办入职、收工资，无需到岗，给这些残疾人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减免、获利，以虚假用工钻政策空子，精心布局，铤而走险，违规牟利。挂靠残疾人证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挂靠手带擦边球的也是违法的。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残疾人证。截至2023年底，我国残疾人总人数为8591.4万人，占到总人口的6.16%。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长期以来，从残疾人单一的生活保障到就业、康复、教育、文化体育等全方位，党和政府都给予了帮助和支持。但就是这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却有一些人和企业把残疾人证变成了一个牟利的工具。国家基于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国家专门颁发给残疾人的残疾人证，被这些人私下如同商品一样公开进行贩卖。我们来看残疾调查记者在一线调查。按照举报人提供的信息，记者准确地找到了位于成都的这家盲人按摩店。曲师傅是这个按摩店的一名盲人按摩师，自称1级视障，从事按摩工作已有10多年。沟通中，曲师傅告诉记者，除了按摩师身份外，他还有一份不需要到岗的工作，不仅可以领到工资，还能得到社保收益。徐师傅告诉记者，他只知道不用上班的这份工作远在2000公里外的另一所城市，公司的名称、具体位置、主要业务他都一无所知。每个月他会从微信上收到工资，他要做的就是出让借用自己的残疾人证，虚假的承认自己是这家公司聘用的残疾人员工。联系徐师傅的是当地的一条劳务中介公司，记者以为残疾人找工作为由，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他多大岁数了27岁。男的女的呀？男的。男的倒是机会有，残疾证、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本的首页和本人页，一张白底的照片。不仅是记者的体验，在与多地的残疾人群体交流后，记者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你开那个上机检查，给你开工资啊，给工资发到你的财务号第一给你签到的，你是谁打的？签到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打到那个招商银行卡上，他每月45号44了。张师傅患有2级视障，经人介绍，2023年3月20日开始任职于一家名为贝克科技股的公司。从2023年4月起，他每个月都能收到2000多元的工资薪金。我收到2300，弄到我手机上，我再给他转过去1000，我我转给我给你打电话嘛，他把钱再转给别人，他这样还有2级呢。张师傅说，2300元的工资薪金虽然是汇到他的银行卡里，但并不属于他一个人。转的钱在这上面都记录1000起。好了，收到。沟通中有一个特别共同的行为，这些残疾人群体都指出，工资汇入到残疾人银行卡后，残疾人每月必须取出一大部分交给介绍工作的人，他就是人力中介公司。他要没有利润，他干嘛管你的事啊？我觉得没有人才，他最起码要得到大部分，肯定是能给他的管理费。专门找残疾人签合同、办入职、周工资，而且无需到岗，中介和残疾人全流程不见面。这些残疾人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为残疾人介绍工作的大中介是谁？谁在支付工资？这些钱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李斌是一位盲人按摩师，持有视力1级残疾证，从事按摩工作已有10多年。2018年，他从中介口中得知，有一份不用上班还能领工资的工作正在招人。因为我们这行是没有公司的那条社保，当时他跟我说是，挂职给你上5险，达到15年以后，可以领北京的退休金，3年的合同，一个月工资是3300，是由我这么承诺的。我是有什么费用，他是有中介费交完。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用人单位还帮着缴社保，这种情况在残疾人群体中并不少见。需要提供残疾证信息、我们的银行卡信息，不用去上班，对。接保交金，然后会发到我手上对工资。根据劳务中介公司人员透露，之所以企业录用残疾人，主要是为减免残保金。所说的残保金全称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保障
今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了自检。2015年的台税72号文发了之后呢，那么企业的参保金大幅的升高，对于这种人数特别多、企业平均工资很高的高科技的互联网的企业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呢更加敏感。参保件的初衷是鼓励企事业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在这一措施之下，的确也有更多的用人单位开始尝试吸纳残疾人就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实操的过程中呢，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呢也没有相关的残疾人员工的工作技能提升，然后呢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验，那么导致了企业并不想真实录用和使用残疾人。记者了解到，有盲人按摩店的老板将手中的残疾人资源输送给劳务公司或用人单位，从中牟利。像我跟费就一个月赚100块钱，这就是做大部分钱都算在上面。像您的话也就拿着9块钱的工资，是这样的。企业一般都不会跟残疾人联系，因为比如一个盲人按摩店的老板，他店里面有10个残疾人，那这个店老板他就是这个盲人的头是个大队长，那我们只需要跟这个老板进行对接。采访过程中令记者意外的是，残疾人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还会被要求签一份离职申请。所以在签署劳动合同的同时，就让残疾人把离职申请给签字了。万一签字是按手印，日期是空白的，比如说他想去闹事，他要影响企业的成功生产，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把他减员，或者随时通知企业减员。那这样企业的话就没有风险了。所以这也都是我们在过去的这7、8年的时间管理残疾人的一些手段精心布局，铤而走险。为残疾人介绍工作的中介究竟是谁？又是谁在支付工资呢？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展开搜索，在一些关于残疾人就业内容的评论区存在大量挂靠内容，可以找我挂靠，有时候会有一些名额，2级能挂的会少的。在记者加入的名为“残疾人居家就业服务信息群”的微信群里，一些招聘信息内容极其简短，但格外显眼。合肥户籍1、2、3、4起，精神智力除外，工资600，压卡。群里有天津户籍的吗？1、2、3、4起都可以，无限残疾类别，无限户籍，入职在北京，有需要的速联系我。在一个中高提成盲人按摩群里，记者看到有人直接发出了需要一批残疾证挂靠的信息。挂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网上线索，记者找到一位正在收集残疾人证的中介。他告诉记者，他将收集来的残疾人证提供给劳务公司，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他从中赚取300元到500元不等。我会拿走是给我的劳资证，其他的就不会给他们。咱就是让他们给我们报价是1.1，他500左右，然后呢，我报价给他们都是600到700，所以我们就赚这个中等残疾。深知违法，这位中介最终选择完全依托极其隐蔽的线上方式来收集残疾人证。里面都是残疾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报告信息，还有发上去的，但是这样迟早会出事的。因为这个是违法的，我在做如果被抓需要坐牢。这位中介透露，他只是用人单位、劳务中介、残疾人构成的链条中的一环，像他这样的中介大有人在。安徽董师傅是一名盲人按摩师，持有视力1级残疾证。工作之余，除了将自己的残疾人证挂靠在一家企业外，他也做起了残疾人证挂靠生意。我就是自己找的，就是反正大概就是个情况，就当着一个服务员去玩一玩，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其实你要是讲的话，法理上是可以允许挂的，没有这种光明正大的什么公司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浑水摸鱼。说白了就是浑水摸鱼，理论上讲是不允许干挂的，必须你要人到场，在你企业里上班，这个是才是合法合理的。你让人不去，这个理论上讲它是不允许的。即便残疾人不到岗，明显不合规，但也不是难题。应对检查，一些劳务中介公司与用工企业早已串通好一套说辞。企业说，人家查这企业，残疾人没到岗啊，到岗啊。我就在社区那边给他们找工作啊，我设立了一个这么一个工作让他们做的，在社区那边啊，只不过不在我这儿啊，对不对？在记者的追问下，董师傅透露，之所以大家铤而走险，只因有利可图。人家为什么要残疾证？要这个残疾，就是找这个残疾证呢？就简单的讲吧，他企业里面需要
就是说进行一个残疾人的一个就业，比如这个单位是100人，里面有1、2个人残疾证是吧？那对他们企业啊，那公司啊，有税收有减免的作用。你不然的话，谁要你残疾证啊，是吧？说明这企业它是有用的，所以就是找这个残疾证，就是相关的合适的一个条件符合的去挂在他这个企业里面，然后给他交社保啊，对吧？然后发点基础工资啊，发点基础生活补贴啊，什么的。董师傅告诉记者，大部分盲人按摩店无法为残疾人缴纳社保，这是残疾人选择残疾人证挂靠的主要原因。一般的小店很难什么社保，没有很少，几乎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可以上社保的盲人按摩店屈指可数，没几个。中介公司深知违法，却依然铤而走险。公司啊，税收有减免的，你不然的话，谁要你残疾证？因为这个公司政府告诉他。是谁在欺骗国家，侵害残疾人的权益？那企业那肯定是要钱呀，不要钱我给他白干呀。咱们的问题是这边很好听。中介口中所谓双赢的残疾人挂靠，背后又有怎样的法律风险？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残疾人为得到社保，用人单位为了减免应向国家缴纳的残保金，就这样大批收集来的残疾人证汇入到劳务中介。在知情人的指点下，2024年2月，记者来到了这家名为汇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劳务中介。这是一家宣称以残疾人就业为己任，长期提供全国各地1至4级残疾人资源，可持续为用人企业单位提供优质残疾人资源的劳务中介公司。我们有60个，我们东莞有几个，我们惠州有几个，我们浙江那边有开发客户的有几个。基本上就这2个地方。你就看你的资源在哪里，如果你资源在河北也可以挂，这个是针对全球的，就是中国所有的企业。你老家也可以，也有社会责任的嘛。你老家有朋友开工厂的，你就问他有没有交社会责任啊？有交的话，我给你免费给你搞个残疾人，做个顺水人情。说白了，做个顺水人情也你自己也受益了嘛。你就跟他说，你给他发个这个标准工资就可以了。公司负责人透露，所谓挂靠就是一种帮助企业虚假用工的方式。残疾人名义上成为企业员工，但实质上不用到岗。企业给这些名义上的残疾人员工发工资与交社保，但多为当地最低标准。我们会叫员工办一张卡，他肯定要发一个基本工资给发到这个员工的卡上面，对吧？这个卡你不要用，你跟他讲不要用，密码给到我嘛。只要是他这个公司，别说他们了，就我公司我才要挂扣2、3个嘛。我有1年我不懂，我交了9万的这个社保责任。为了让记者明白这桩生意的门道，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干脆算了一笔账，并告诉记者，贩卖残疾人证这生意稳挣不赔。这个工厂里面打了基本工资，比如说汇入1720，我们就是就拿着他卡，打完钱就取出来，多余的部分再返还给企业嘛。然后我们该留的谈好的那部分留下来，再给残疾工的300块钱给残疾工嘛。假如说我们谈的800，发了1720，我们自己就是缺800嘛，剩900的就返还别人的企业嘛。那企业那肯定是要钱呀，不要钱我给他白干呀。最后，这位汇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用最简单的方式举例告诉记者，用工企业将1720元的工资汇到残疾人的银行卡里，他们将其中的920元返给用工企业，500元算作自己的服务费，最后只有300元交给残疾人。这就是所谓的残疾人证挂靠。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目的是劳务中介公司配合企业一起欺骗国家，侵害残疾人的权益。这一点，人力公司的人丝毫不遮掩，很大方的予以了承认。挂靠是带擦边球的，也是违法的，我就跟你说。但是很多企业还是选择挂靠。他说你有流水才能去抵这个社会责任嘛，和抵残保金。在人力公司眼里，他们挣的是小钱，用工企业才是这桩生意的真正受益者。根据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保障金。国家还规定，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因此，1、2级残疾人证在挂靠残疾人证市场最受欢迎。就是要1、2级的、3、4级的，人家企业不用。国家对于用人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年缴纳额也有着明确的缴纳额算法，
简单举例，以一家有200人职工人数，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比例为1.5%，未雇佣残疾人就业，年平均工资12万为例，这家企业需要保障金的年缴纳额应为36万元。为了偷逃这笔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费用，一些企业便联合人力中介干起了虚假招聘残疾人员工、挂靠返利、贩卖残疾人证的违法行为。不仅是汇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网上记者也找到了业内颇有名气的另一家名为雨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劳务中介，其官网上就明确写着提供一站式残保金减免优化服务，为3000家企业成功减免残保金，节约公司成本，省时省心省钱。30家雨燕残疾人就业基地，一站式合法合规雇佣残疾人的标语，他们又是如何帮助企业减免残保金的呢？他不是到你单位现场去坐班的，那种公益岗位。那残疾人干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残疾人基地里边，你们单位用公益性质的岗位安排他，咱们的目的是减免残保金。我知道，但是他这个实际上他那个公益岗位我们没有这个岗位啊。你不需要安排，你不需要单独安排什么岗位。这公益岗位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残疾人在残疾人之家里边，他做一些手工品，做一些公益，他也不给你单位创造也就是额外的价值。不用到岗，也无需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却支付工资，这种行为真如雨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所宣称的合法合规雇佣残疾人吗？安排残疾人在咱们社区提供这个公益做手工用品，它并不违反劳动法和这个残疾人保障法。但是呢，这个问题关键点出在哪儿呢？它没有给实际支付工资的这个用人单位提供实际的价值，这个就是存在了虚假用工了。那他是为了应付表面来查证这个事儿啊，但实际上呢，他掩盖着他非法的这方面的虚假用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记者在多地劳务中介调查发现，虚假招聘残疾人员工这个行为已然成了一项生意。你们那都是几级的呀？因为我们这边也做这个，具体的我得问一下我们老板。你们一个人头大概多少钱呀1点也很好，我马上就要提，能拿到收入。而且这个国家对这一块还不算特别的严，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抓紧去考虑这事才对。根据国家规定，用人单位虚假挂靠残疾证行为，情形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更为严重的就是刑事责任了。比如说呢，这里面涉及到的逃税，一旦被认定为逃税罪的话，咱们刑法里面201条规定了，根据它这个情节，如果数额较大的话，那可能要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罚金；如果要是数额巨大、特别严重的情况下，那就要处以3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呢，对于一个用人单位来说，他承担的责任就比较大。那我们再从残疾人的角度来说，用工本身就是虚假的，那你的收入就是违法的，你要收回，同时呢，也要面临行政处罚的罚款。那么我们再说呢，对于这些黑中介违法经营的话，那么他这个机构可能会被吊销，还有他的收入要被收回，他的行政责任要被处罚。再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是呢，他的负责人如果协同逃税、协同诈骗的话，那么根据咱们刑法的规定，他可能就是逃税罪或者是诈骗罪了。在学界，残疾人虚假就业的现象也被称为隐性就业。早在2009年至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上海市残联实地走访了北京、上海、广东等9个省市，对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开展了全方位的调研。杨旭副教授是该课题的负责人，发现，在残疾人的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一种叫隐性就业，他们是不希望被隐性就业的，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价值，按比例就业制度。是希望推动残障者就业，但是这样的一种现象背后的根源就是我们对残障者还是不接纳，还是觉得残疾人，比如说企业雇佣残疾人，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全国政协委员卢晓明一直关注特殊人群的生活保障问题。他指出，近年来大量企业采取残疾人挂靠的形式规避残保金，残疾人假就业现象愈演愈烈。事实上是相关的当事人串联起来，规避国家法律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这个行为，所以的话呢，他对法治权威、对于这个什么呢，这个社会信任这些方面的一个挑战，是不能忽视的。那同时也会对这个真实就业意愿的这样的一个残疾人构成一种排斥，对于那些真正守法经营的来说，会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所以的话，这个应该给予这个什么呢？应该高度重视。卢晓明强调，应增加残疾人就业，从而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还是应该向全社会这个宣传一种正确的理念，那就是残疾人他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他只是身体或者某方面有残疾，但是他有正常的工作能力。作为企业的
法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聘任这个残疾人，同时呢，这个依法依规的经营缴纳这个残疾人工伤金，这是属于他的法定义务。部分企业串通劳务中介虚假雇佣残疾人逃避国家税收相关费用，此类现象已经成为劳务市场中的一股暗流，同时也在对很多想真正就业的残疾人造成不良影响。14部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建立多形式的残疾人就业支持体系，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这个目标也是许多残疾人的心声。我们也是不希望这个人是假就业，我们希望这些人现在真正的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解除劳动，跟劳动也会获得支持的这种保障。原本在企业挂靠残疾证的诗晴，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份可以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真实工作。如今，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她终于实现了真实就业，成为了一名数据标注员。虽然说一个人需要去克服一些挑战，但是我的确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可以开拓眼界，我觉得过得很自由也很充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为了躲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竟然采取假用工的方式招收残疾人；一些劳务中介则收集残疾人证件，做起了所谓的人员挂靠生意。国家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和福利，在这些人的一番欺上瞒下的运作之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设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也由此受到了侵蚀。这样的行为不仅是损害了国家税收和社会财政的健康有序发展，更重要的是变相挤压了残疾人真实的就业空间。在这些违规单位和违规劳务中介的眼中，残疾人不再是一个个渴望实现价值的鲜活个体，而变成了形象模糊的、一本本偷逃国家费用、好挣钱的残疾人证。关爱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底线。为保障帮扶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堵死制度漏洞，加大执法惩处力度，落实夯实党和政府关于残疾人帮扶的措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能够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幸福人生。